你有没有被这样一段关系困住过？你知道他在撒谎，在操控你，可是你们已经结婚了，孩子也有了，房子和贷款都写着两个人的名字。你对自己说过无数次够了，但下一秒他又用一束花、几句悔意把你拉回去。你不是没有挣扎过，可总是摆脱不了。你曾问过自己一句话：如果我和一个有 NPD 倾向的人结了婚，我还有选择吗？大多数人会以为结了婚就只能忍着，甚至有人说那是你的命，是你选的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婚姻不是无法逃脱的牢笼，更不是妥协自己一生的一种交换。真正的改变可能并不一定意味着离开，而是在认识中找回自己的力量。即便身在其中，也依然可以逐步建立心理的边界。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种困境。如果我和 NPD 伴侣已经结婚了，怎么办？在婚姻里， NPD 伴侣常常通过贬低、冷暴力、情绪勒索来维护他们的控制地位。面对这种关系，第一个要做的不是逃跑，而是认清局面。你要开始记录下对方的言行，清楚地看见哪些行为是伤害性的，语言羞辱、财务操控、打断你的人际联系、频繁地翻旧账，这些都不是爱，是控制。建立心理边界是一切的开始。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哪怕是心理上的，去觉察，去恢复自我。你可以通过心理咨询，或是自我写作，甚至是和可信任的朋友谈话，慢慢地划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线。第二个话题是 NPD 伴侣的出轨模式。自恋型人格的人容易出轨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缺乏内在价值感。他们渴望持续的外部认同和新鲜感来维持虚假的自我。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出轨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透过他人的崇拜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更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一个人格结构性的空洞。你要做的不是试图变得更完美来留住它，而是要开始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一个不会改变的人？第三种困境是，如果他是我的前任，但我总是在回头，怎么办呢？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，叫做 Hoovering， 也就是回吸。它会像吸尘器一样，试图将你吸回那段关系当中。你已经离开他了，他突然开始怀念过去，发长篇的感人文字，说他变了。可一旦你靠近一点，过去的操控和贬低就会卷土重来。重要的是，不要把回头当成真爱，要看到那背后其实是控制的延续。你不需要再去拯救一个反复伤害你的人，你需要的是拯救那个已经疲惫不堪的自己。最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议题是财务操控。在很多 NPD 关系当中，金钱成了控制的手段。他们可能会要求所有的钱都由他掌控，或者故意制造你对他的经济依赖。你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没有经济基础，没有选择权。但请你记住，金钱不是自由的根本，
心里的独立才是。你可以一步步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小空间，哪怕一开始只是每个月存下一点钱，或者找到一份兼职。重要的是，并不是马上脱离，而是开始朝着有选择的人生迈出哪怕一点点。你并不孤独，也并不是无能，你只是被困在一场精心编织的迷雾里。愿今天的内容能帮你撕开一丝缝隙，看到更清晰的方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。我们一起用觉察和勇气，慢慢走出一段不再合适的关系。我们下次见。